好，那么我们开始一场新的直播，然后，OK，现在是不是好好点？我现在那个，现在好一点。我选了那个 reduce background noise，就是这种各种的，叫什么呢？各种的降噪是吧对，没错。 ？OK，这个等我去发条推，然后去发个 Discord。现在一帮人都在看这个英伟达盘前跌13%呢。好吧，被那个什么 DeepSeek 干 DeepSeek，懵了是吧？对，OK，啊，有14个人了啊，很快嘛。我现在开始用 DeepSeek 开始搞一点文档什么的，写的还挺好。对，然后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呢，跟我的老同事这个高博在一起啊，然后这个对大家这个晚上好。然后这个高博呢是在新加坡当爹，然后这个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在新加坡，比如生孩子呀，或者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因为你跟你太太应该都是中国公民嘛，然后你们在新加坡这种生孩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不是很贵？对，是这样啊。大家好，那个我跟我太太都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但是呢还没有拿国籍，所以呢现在这边其实新加坡这边跟那个其他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就是他的公民其实不，他的 PR 也就是那个永久居民跟公民之间的区别还挺大的，就是说啊，你可以基本上认为永久居民就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长签嘛，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它跟那个福利基本上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所以这边呢，基本上你要是想享受比较好的医疗服务的话，就是说可能就得自己买商业保险。哦，对，所以就是政府这边的话是有很好的照顾政策，比如说这边的小孩出生以后打疫苗不要钱，包括很多东西其实都不要钱，但是它仅仅覆盖公民啊。比如我们打疫苗就要钱比如我们现在打疫苗的话，就是说就得400多新币。当然这个400多新币就是说这个商业保险是可以 cover 的，但是如果你是新加坡公民的话，根本就不要钱，而且是上门服务。就是说这小孩边就是说打这个疫苗400多新币啊，对，好贵好贵。当然了，对，但是对新加坡当然什么都贵，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对，就是而且新加坡它没有那个就是，当然了，这世界上只有美国是那个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嘛，对吧？现在已经没有了，川普已经把它干掉了。还很难说，但是就是说，对，因为它这毕竟要修改宪法嘛，什么东西的，对吧？但是就是说，对，但是至少现在在很多州它还是这样，但是在很多，但是在新加坡这边的话是完全没有的。新加坡这边的话是，你是如果说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那个新加坡的公民，那么你生下来是可以登记新加坡公民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登记，就是非新加坡，对，另外一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我的小孩就没什么选项了，就只能生下来就，但整个流程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啊。是。为什么要选择就是说那个在新加坡就是生呢？主要是为了一个叫出生地，叫做 birthplace， 就 birthplace 和你的就是说那个 identity 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是和你的身份是两回事儿，就是你的国籍、你的身份是可以改的。比如说你现在是中国人，你假如将来可以加入新加坡籍、加入美国籍、加入日本籍，这是可以改的。出生地是改不了的，出生地是你生在哪里就是哪里。那为什么现在马斯克他不能够去竞选美国总统呢？就是因为他的出生地是南非他 birthplace。那么还有一点是就不一样的，就是很多地方如果你要去换国籍的话，它的出生地是很重要的，它不是根据你现有的国籍去排的。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比如出生地是在新加坡啊，比如说他后来他要去，比如说去换日本国籍或者美国国籍，他是按照出生地去排新加坡的队的。那这个其实他就比你知道吧？他就比中国和印度那好很多，还得快一点。对，那对新加坡每年的 quota 都用不完嘛，那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不会超过1年的啊。所以说的话就是把孩子出生在这里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就是 birthplace， 就是要是变成当然，就是一出生就是我的小孩是一个非常，因为我太太就是孩儿他妈是做电商的嘛，所以他就很巧，他出生在双12，对吧？好吧，是那啥知道吧？就是说就是很巧啊，就是很电商，是这么一个娃，大家可以好好庆祝一下，对，感谢啊，那么出生以后，然后就是新加坡这边的话就会给你一个出生纸，就是叫出生证明，叫 birth certificate。这个出生纸是，就是你可以就是他刚出生了以后，就是在新加坡这边新出生的，就是这个小孩儿，他有一个42天的一个，就相当于有点像宽限期一样，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不管你哪怕旅行到新加坡，你爸在这生一孩子，然后他也可以给你42天在这边，你可以不要任何身份就可以去逗留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么一个时间之内，你可以去申请新加坡政府的那个出生纸，但是它出生纸就是说它是一般都是医院出具的之类的，就是说然后这42天之内的话，你要给他去办，就是一个像我跟我太太都是那个永久居民嘛，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给他办一个叫做 Long Term Visitor Pass， 就是 LTVP， 就是说，当然但是 Long Term Visitor Pass 呢，一般都是要6个星期才能批下来。所以说，在这个之前的话，要给他去办一个 short term visit pass， 然后有了这个 short term visit pass 以后呢，你可以就是说就是待2到3个月，就是他看他给你批多少。他比如说他给我的孩子就批了2个月，在这2个月之内的话，你就可以逗留，然后在这2个月之内，你再去申请长期居留的这个签证就可以了。OK，那个，然后呢，就是新生儿这边的话，一般来说要上保险的话，要上医疗保险的话。你都要拿到长期签证以后的话，你才能买新加坡的保险，这是一个前提。而你要去拿长期签证的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去拿你所在国的护照所以说的话，我基本上流程就是生下来以后1个星期之内，我先去那个大使馆拿了那个小孩的护照，然后拿着护照再去办长签。好吧，等于你的小孩是出生就有中国护照。对，出生就有中国护照，因为我跟那个我太太都是有中国护照嘛，所以说才是。对 OK， 但是拿着这个东西，你才能去办那个新加坡的一切东西。也就我小孩一共可以办3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短期访问，一个是长期访问，一个是 PR， 就是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 PR，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给孩子也申请 PR 是没有问题的。对，了解。那你小孩这个整个生的过程，或者说整个医疗的这个条件怎么样？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在那个新加坡这边，一般他们新加坡公民，他们想享受那个政府的补贴的话，因为如果你是新加坡公民的话，其实整个的那个过程你可能几乎都不要花钱，因为我们享受不到这个了所以说，当然你也可以去政府的那个公立医院去，但是反正因为我们买了比较好的医疗保险嘛，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就去的是一个私立的医院。在那个新加坡这边的话，就是一般来说政府的那个医院叫做主角医院，我们这边一般叫做 KK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在这边，就是凡是就是新加坡公民基本上都会去那家医院，那家医院稍微就是就那家医院跟我的孩子出生那家医院其实距离很近，新加坡的医院就是说还挺扎堆的，就是那个但是那个。我因为没有去那家医院，据说那家医院就是说条件还不错，因为毕竟就是说，新加坡的那个公民都会去那边嘛，所以说还不错。但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去的这家叫做诺维纳山医院，叫做
叫做 Mount Elizabeth Novena，就是叫伊丽莎白山诺维纳医院，就是说对，这家医院呢，就是说整个私立医院，对，整个的过程呢，我感觉就是因为当中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我太太这个人比较小心嘛，这整个过程呢，其实还是值得说一说，就是因为我这个孩子是特别值得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历了3个国家的不同的，就是说这个看诊的过程，就是说，因为第一就是说我太太是在新加坡工作，对吧？第二就是说她其实不是被派驻越南一段时间嘛，对吧？所以当中其实这个孕期当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越南，然后呢就是说，当然就是后来她就回来了嘛，就回到新加坡了嘛，但是呢这个当中，我太太这个人比较小心，所以说呢，因为新加坡这边有一个规定，这可能也是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应该是28周还是以上的，反正就是说他就不许你终止妊娠了，你知道吧？就是说不，就是即使你孩子后面查出来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医生他不准你流产，你知道吧？但是中国就没有这个规定，所以说我们后面还会上海去，就是说去就是说看了一下反正当然最后就是说都还比较顺利了，但是就是说我这个过程我体会了3个国家不同的OK 就是产检的过程，所以这个挺好玩的所以我可以说一下，新加坡的这边呢，总体来说是我的感觉是就比较放松，就是比较医生的整个的感觉是比较诙谐的，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就是说是OK，他会跟比较幽默就是是比较那个，就是我感觉这个不是医生性格的关系，因为我看到这边所有的这个产检的医生，包括就是生产当天的那个麻醉师，都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就是说我感觉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要求是吧？我觉得他应该是被训练出来的，就是说因为产妇一般都比较紧张嘛，知道吧？就是说，因为尤其是出生的那个产妇嘛，就是说一般来说都很紧张结果到那边去的话，他就会跟你就是经常会开一些玩笑，或者说是跟你就是，而且他会说的很快，就是说然后就是一边说话一边在那边打字，就一边问你一些情况，然后就把这个整个的一般来说看诊过程都会很短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的价格很贵，就是说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嘛，就是说所以说的话，就这个地方就感觉新加坡医生是这个风格但他们的医生是不是都是讲英文的？没有，不是，新加坡一共有4种官方语言嘛，就是英文、中文、马来文和那个泰米尔语嘛，讲4种语言的，就是说医生都有而且往往这边的护士，都是会讲4种语言，当然他们可能未必能够讲都很流利，但是就是说的话，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说碰到产妇去跟你去一些，尤其是跟生产相关的这个要求，就是说他应该都是能够说清楚的都是能够说清楚。也能够简单的去应付那个，但是呢，就是说，当然中文和英文的这边的，医生和护士比较多因为华人比较多嘛，新加坡的华人比较多所以那个你看都占到70%几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是讲华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讲的华语，说实话，也是，就是在我们看来也是属于那种半吊子。就是说，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就是英语是所有人都会讲的比较正式，比较熟练的而是就我太太的这个对口的这个产检的这个医生，正好他太太也是一个上海人，OK 所以说的话，所以交流起来还算是。肯定也是受到他太太的很大影响了，所以说觉得还是就是总体来说，就是新加坡这边就是很像就发达国家嘛，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去预约完了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是准点的去给你看了以后的话，准点的就是
差不多时间就打发你走，就是说，但是整个的过程不会让你感到很大的压力啊。OK，然后就不会对对对出现这种，比如排一个很长的队呀，或者什么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太会发生，因为你都是按照点去的嘛。OK，就是说当然你会看到那边还是有很多人，但是他们都是到点了就叫人嘛，就这样。哦，就是跟你约好的时间，他就反正到点就让你进来。对，就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反正先说那个，先说产检的这个流程，过会儿再说那个就是说生产的这个流程。就是产检这个流程就是有3个国家，对吧？就是第一个是新加坡。越南的怎么样？这个我比较关心。对，越南是这样，越南因为我们在越南是应该说是整个越南最好的一家医院啊，是胡志明，而且就是越南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是有对外的，你知道吧？就是说很多越南是不接待外国人的，不接待到什么程度，你感冒他都不给你看，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有一次我在越南感冒了嘛，然后我觉得我就随便跑到一家医院去，然后他伸手问我要那个越南身份证，我说我没有，他说那我们不能接待你，你只能去药房，你跟那个药房那医生你跟他说一下你的症状，他给你弄点药算了。我意思就是你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病，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医院不能给你看，就这意思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越南的这个医院，就是接待我太太的这家医院，是一个比较像发达国家，但是你仍然从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说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子。你懂我意思啊？也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说的，就是他其实去的话，就是说，要排一个很长的队，OK，就是要排一个很长的，不管你跟他约的是几点，反正就是说，就是他哪怕给你去检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他要给你事先做很多的检查，他事先给你做很多的检查，基本上这个检查的话，就是要1-2个小时，就给你量血压呀，给你看，甚至给你看视力啊，什么东西的，反正就给你，就是整个的给你整一大圈，然后再给你去看。就看了以后呢，反正你说这越南这个地方的英语程度就很差了啊。然后呢，本来我们用英语来讲这个医学术语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交流基本上就效率就不是特别的高啊。但是呢，就是说，但是越南的医生呢，就是说很耐心很耐心。那你可以说他很耐心，你也可以说，反正他也不怕花时间，就是说就是。对，对，就是你反正就是他可能也不管后面这个人约的是几点，比如说完全给你看，就慢慢给你看，弄一点什么问题，哎，你去抽个血，给你检查一下，然后回来了以后你再去那边开始再去干什么，就是感觉这个就有一点，就管理上就明显不如新加坡这个地方，新加坡这个地方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感觉效率很高，就是他跟你一板一眼的，就是说你，反正他就感觉，当然了，另一方面就是他就比较机械嘛，就让你感觉就没有多少，太多的人情味，就是说就是反正就是你，就不太搭理你，也不太就是我是专业的，你听我的就完了，就这种感觉啊。但是在越南呢，他就会慢慢的问你，慢慢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往往就是我在旁边都快睡着了，就这种感觉，这是越南。OK，但是越南的这个，但是越南呢，就是从这个越南的这个产检的这个地方，我知道了几个比较可怕的事实。我操，就是说，就是越南的那个人，他不知道我们不在越南生，你知道吧？他以为我们在越南生然后他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操，然后他说你是准备来我们医院生，还是准备在家里生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多吓人呐！我天哪！就是他是允许你在家里生的。是越南有很多人是在家里生的，你懂我意思吧？这个你想想有多恐怖？就是说这个，然后就是如果是在家里生的话，他会要求你去，就是搞很多什么消毒的那种东西。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医院看起来挺大的一家医院，对吧？就是说挺大的一家医院，所以他可能会提醒你消毒那些东西。那如果是那种小医院，我估计他们根本不会提醒这些东西的。就很多人肯定在家里面，如果生不下来或者遇到这个复杂的情况，那不就死了吗？就是说，那他们也1亿多人口呢，折腾得起。你知道吧？嗯，我就说在新加坡这种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在国内，我估计在北上广深这种事儿也不可想象。对，我就说，现在就是说，我就说，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来，越南确实还是比我国落后啊。就是说，好吧，就是对，就是从一些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来，然后回上海呢，当然就是因为老家在上海嘛，所以说的话就比较那，但是上海我总体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说，就是这比我想象的那个这个体验要稍微好一点，就是总体来说的话，就是医生，我原来的印象是中国的医生似乎是比较偏保守的，就是他一般不会跟你做否定性结论，基本上，比如说他不会说你这没事儿，他一般都会说，哎，我不确定你这有没有事儿，就是说他一般也不会，就是说，但是这次去的话，我觉得好像碰到了几个医生都还，挺不错，就是我觉得他们不仅就是说，临床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就是说还比较注重，就是说产妇的这个，这个心理的，就是说这个安抚，就是说，就是基本上还会，就是因为我太太特别担心，你知道吗？因为她是第一胎嘛，所以说特别担心，经常会问一些，我估计就是医生听了有点哭笑不得的问题，但是那你们这个应该也肯定属于高龄产妇了呀？在边上吧，35、36岁嘛，这种对吧？那还好，不是说，对，还不是对我太太比我小一些，就是说他们那个，对，在国内应该是34以上算高龄，好像是，就是一胎是35吗？差不多。就是说新加坡35吧，反正就是说，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整个的就上海这一家呢，就是说，反正就是我太太就是很担心，就是说她就很担心，就是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遗传的问题啊，或者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她就老是。你们两个这个肯定还是基因优秀了。有人在问你这个名字上这个 Daniel Taka， 这个 Taka 是怎么算的？Taka 是日语嘛？那Taka是日语，就是说，比如说那个高木嘛，就是 Takaji， 对吧？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也有人说柯南里边的这个高木就是 Taka。对 Takaji， 对吧？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高岛屋嘛，就是那个 Takashima 呀，对吧？就是说 Taka 就是高嘛，就是说是，所以你的英文名里头等于这个姓的部分用的是日语，对，用日文拼。回复了一个问题啊，然后那这个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啊，就是说，就基本上从开始就前一天破水嘛，反正就住进去了，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反正宫缩嘛，开指嘛，反正就差不多10几个小时，对吧？也就10几个小时。然后这就是我觉得那个新加坡的医院就是挺专业的地方，就是它仪器特别多，反正就给你各种监测，就是说，然后最后那个医生从让我太太开始发力，一直到生出来，一共我算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全程录像了嘛，全程就是我当然没有对着他录，就是说但是我就录了一下这个，就是小孩就是第1秒钟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样，整个用了4分30秒，用了4分30秒，非常顺利，就是说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也是在那个也是做了一点侧切了，就是说也是做了一点侧切才生出来，就也是很顺利。然后后面的话，反正就是医生也相当于也是用那个吸出来嘛，就是用那个吸了一下脑袋，反正就是说吸了大概10秒钟，就是说把那个小孩吸出来的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感觉私立医院确实服务就是不一样啊，就是说，当然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公立医院啊，就是说，就是来来回回大概有7、8个人在围着我们这，但我们对7、8个人可能是照顾两三个，就是说那个产妇吧，就是2、3个人，反正产妇反正是一个产妇一个房间，不是几个产妇一个房间嘛，对，一个产妇一个房间，然后房间非常大，就是说，然后7、8个人，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说，只要有任何的不舒服，马上按个铃，就是基本上是10秒钟就进来，就是说OK。那他对于比如说你们陪护啊或者这块有什么限制没有？只有老公能进去啊，我岳父岳母都来了，但是他们不能进去。对，就是生产以后，他生产以后会把我们就是说安排到，就是在同一幢大楼里面，就是说相当于三楼4楼是是产房，生完了以后，然后在那个产房再就是待大概就是说12个小时，然后就把你送到就是楼上有点像宾馆一样的，但是它当然是里面都是住的是产妇，就是说这个时候岳父岳母就可以来陪了。但是因为他只有那个给爸爸睡的床嘛，所以说我岳父岳母也只是进来看了看，然后他们是住到我们家去嘛，相当于就是我们是住的产房嘛，这样子啊，是个过程。所以基本上流程就是先进产房以后，然后10个小时左右生出来，当然也有人待2、3天才生出来，反正就是说就生出来了以后12个小时以后把你送到那个就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宾馆一样的地方，然后再待1天。月子中心？不是月子中心，月子中心我再说，月子中心我待会儿再说，就是说那个这个，然后去那个产房里面再待个2天1夜，然后就是说然后在2天1夜以后，那天中午他就把你送走了，你要去月子中心就把你送去月子中心，有些人直接回家了嘛，你就把你直接送回家，这样子。OK。那你们是去月子中心了没有啊？去了，就整个这个费用我想了想，应该在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16万左右。16万。好吧。但是最后就是医疗保险全都处理掉了。处理的，反正我们自己就没掏多少钱，我基本上最多掏了万把块钱。还好。是，这等于就是医院的费用是16万。对，就产检的所有的费用加起来的话，那个还挺贵的。那你们那个的话，对，因为我当时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特别不好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去签那个知情同意书。这个上来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会这个产妇死亡，那个事情会什么截瘫，哪个事情会产妇婴儿通通死亡，然后这个最后一句话是医生已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事情都给你讲清楚了，然后你是完全在自愿的情况下把它签上的，这个你有没有经历过？有啊，你一进去只要一进产房之前就要签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国际通行的吧？是。对，刚才有人问说你这个医院费用16万是什么币种？按人民币。按人民币算的啊，已经折换成人民币了。那其实还是挺高的一个费用，因为我们当年生的时候是一共花了可能几十块钱，因为我太太是军人。那你不一样，你那是国家保障的嘛？国家保障就是我们花的钱，实际上就是一些这个餐费，其他都没花。对这个，对，但是当时这个我们是一个病房三个产妇，其实已经算好的了，不是，所以我没有去过那个公立医院的那些，我不知道，据说也是几个产妇共用一个房间的。对，是。像那个国内生孩子，就是医院里头呢，其实是有一些指标的，比如说剖腹产率、侧切率，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这种，他就反正尽量的要让你在这个比例之内要搞定，而且呢，如果是你生完了以后，一定要快速的出院，
因为它有什么病房周转啊什么，这个都要去算的。这个你们有这样的压力没有？就是他们有没有这个压力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很顺利嘛，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是最短的时间了啊，就是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让他剖，也没有让他干嘛的，就是说就直接顺产生出来了吧，所以说 OK， 你说这些我就没概念了，没有感受到。OK， 对，了解。对，那你们后面月子中心的故事呢？对，月子中心是这样，月子中心的话是原来新加坡是没有月子中心的啊，原来新加坡是没有月子中心这个概念的啊，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一年华人来多了，所以说的话，现在就开始有一些那个这个概念了啊，所以说呢，就是也是我因为就是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选择并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新加坡的人他就没有月子这个概念，就是说我的华人应该还是有月子这个概念的吧？我反正就他既然现在已经有月子中心，那月子中心的人肯定还是有月子的概念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似乎并没有那种，比如说如果是坐月子，一般来说是产妇是不允许他出房间的，对吧？或者说是不允许他就是沾凉水。对，就是等等吧，至少是，比如说他在月子中心里面，他肯定不准你出去嘛，对吧？怕你呛风啊，怕你干什么的，对不对？是。但是在这边就没有啊，在这边就在这边他就可以你就随便出去啊，就是他似乎也没有说是，但是他这边呢，可能我觉得他也是照葫芦画瓢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会给你准备一些，比如说他会给你准备药浴，对吧？就是给你弄一些就是中药的那个水，让你去洗一洗，就是说洗澡的时候让你洗。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月子中心管3餐嘛，但是他只管妈不管爸，就是说OK， 好吧。也就是说就是母亲的，就是你爸你要在这边吃可以，就是说那你要另外买，就是说反正就是当场就是你吃一餐你就结一餐的餐费，相当于就给你多做一份，就这意思啊。OK。我反正我也不一定非要在那边吃，我可能觉得那个就我反正我旁边也都是商场嘛，所以说我也就无所谓，就是跟那个就这个月子中心呢，它就是也差不多像一个宾馆，那只不过呢，它是有一个集中管理的一个宝宝的一个房间，就是说你是可以，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完全这1个月都不见宝宝都没问题啊，就宝宝完全就是说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经常会闹嘛，所以说的话基本是在那里，就是基本上是3个月嫂管8到10个小孩这样的啊。对，3个月嫂管8到10个小孩，就是那个是照顾的非常全面，而且他有一点是，他有一个监控啊，他有2个监控，一个监控是看整个的房间，也就是说，就是说你可以看月嫂在干什么，每个月嫂在干什么，还有一个是专门是对着你的娃的床位，就是说，就是只要你的娃在那里。你可以24小时，比如说你看着娃翻身，你担心他把自己憋死之类的东西，就是说，当然了，就是很小的娃他也翻不了身啊，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比如说你看那个娃，比如说就是侧躺着，你想把他正过来或者怎么样，你给他打个电话，我的娃，你把他处理一下，OK， 给你处理一下。如果你想见娃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娃给你推到你房间里面。是这么一个管理方式。说起来，其实，在产房里面也是，就是说，就新加坡这边的话，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希望你在带娃这件事情浪费太多精力。它有很多种方式，就是说，就它有一个非常小的时候就会去拖的那种托儿所啊。就是他允许你，就是出了月子以后，你可以立刻上班，然后就是说就是这不是你像国内的托儿所是3岁吧，国内基本上是2岁半到3岁，就是新加坡的大概你2个月就可以去，就是说，我天，
对，就是你不上班也可以，就是说，就是他比较注重，就是说大人，就是说能够，就说白了，他比较重视你的生产力。OK， 对对了解。对对对，就是让你自己，就是新加坡这边的话，他就这个实际上只是他投射在生产这件事情上面的一种表现了，就是说。新加坡做任何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真的是一板一眼到你比如说在国内对吧？比如说你去看医生，比如说你去看那个，就是他会让你来打开，就是说比如说你的那个每家医院可能都不太一样，就是说，比如说小孩出生时候的记录是怎样子的，然后出生以后比如说他会每2个星期或者每1个月让你带回去再看一看吧，这个小孩的，包括你的出院记录这些东西，对吧？就是说，新加坡这个地方是属于，只要是医生的话，他都会让你，比如说，请你翻到第5页，我要在第5行里面填一个什么东西。OK， 就他每一个新加坡的就只要在新加坡出生的一个小孩，尤其是你可能在新加坡打算去有就医的记录的话，他是精确到行的，就是说，那就是你的第几次复诊。就是你第几次也不叫复诊吧，反正就是你第几次，就是说回来，就是说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他的记录是记在第几页第几行，他是完全清楚的，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所以就是包括他的那个，就是说在那个月子中心的那个养育的那个记录，就是说他既要记他自己的一本账，政府也有一本账要给你。OK， 知道吧？了解。你知道，就是所以像这个你太太在那边，比如说算产假是多长时间的产假呢？她的产假还是挺长的，她的产假应该是将近小半年了。小半年。了解。对，而且你产假如果3个月吧，好像是。但我忘了，因为我们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所以这事儿我记不清了。对，这个对不对？这肯定也是过去很多年了，跟你那个时候估计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新加坡在这边的话，就是你基本上就啥事你不用操心，人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规章制度的，你按照规章制度去做，你也别越雷池一步，就是说你想越你也越不了，就这么回事。就是所有的东西他都给你定的死死的，是了解。那你们在月子中心里待了多久呢？1个月呀，就是4周啊，4周就是28天吧。对。所以就是就是1月10号出来的吧，1月10号。1月10号出来的。了解。那整个月子中心反正对，月子中心也费用也差不多要15万了。也15万。那这个月子中心也是很挣钱的。那像你们这个身边的这个这个新加坡人是在很努力、很踊跃的生孩子吗？还是说整个医院空空荡荡的？今年肯定非常多了，今年是龙年嘛。OK。但是医生也是说从来没像今年孩子那么多过，是有这么一句话，以至于我们那个产检那个医生都直接自己累倒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就自己去休了1个多月的假，就是说就是累的，就是简直，因为他经常去，他不仅要做产检，而且他去做生产剖腹产也都是他做嘛，你知道吧？属于一天做个就是说3、4台手术，这是到最后已经不行了，你知道吧？就是说已经所以今年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啊。这应该是属于孩子比较多的一年。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华人就是从大陆去的太多了？我们的朋友也不都是从就是那个大陆过来的，但是应该说他们正常吧，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这边没有这种个别不想生孩子的很少。OK， 不想生孩子很少，就是说，这么说吧，他们不害怕生孩子。就是说，就是生完孩子以后，他们觉得这里还算挺有保障的。当然，这个公民的话是更加有保障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是不是公民的话呢，你像如果说是我们这边买医疗保险的话。最贵的医疗保险1年
就最贵啊！我说已经不可能，对不？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全家买保险，2万新币左右吧，2万新币，就是10万人民币，10万一年保费不低了哟，一个月要1万多呢，对不对？那是很贵的，但是它可以保你，就是说500万的就医，这样的话，如果我想500万新币你也治不好的话，那基本上也就没救了，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是，对，但是它这个保险也挺贵的，你每年2万新币，每年2万新币。对，就是说这是最贵的保险，你不一定要买那么贵的了。我只是了解，我们也没买那么贵的，OK，就是说，对，我们可能就是说，但是我们了解到，居然还有人买1年2万新币的，我操，就是有点疯啊，我感觉一般来说都是几千新币的。是几千新币，OK，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理解的。那像你们这个月子中心的钱，保险报吗？这不可能，这肯定是自费。月子中心的钱是自己的，OK。这月子中心给你报了，这想的也太美了，这肯定不行。OK。哎，你像原来咱们那个盛大的时候，不就买了一个公司叫10月会吗？也是个月子医院嘛，但是那种好像还是可以走一些医保的，我记得，我搞不太清楚了，这个不重要了。那如果公司给一点福利，再加上什么的，那还是有可能的。是啊。所以说，但这边基本上，因为你这也，对啊，反正这个肯定不是医疗项目嘛，所以说的话，它也就对。反正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你岳父岳母的话，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来照顾，对吧？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他们的签证啊，或者是什么是如何处理的？我们给我们爸妈都办了那个长期访问签证，也就是说，尽管现在新加坡是免签，但是免签只能待30天嘛。对啊。但是办了那个就是说长期签证以后的话，就可以没有限制的待了，就是长期签证是5年一办，就是说就是5年一续吧，这么说。怎么了？有人催你？不是10点了，他们这儿就是这个对，关门了就。OK，我们再聊一小会儿，对 ，OK， 那你现在比如说回家了以后呢，就是岳父母在照顾。我们有菲佣。菲佣。我们找了一个菲佣在那边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菲佣，1个月1000新币。那其实跟在香港差不太多，这个价格。是差不太多，这是属于在新加坡最爽的一点嘛。是。因为菲佣实在是太给力了，菲佣实在是就是说，就是而他可以做，他做到的一定是比你期望的高。OK。对。那你就可以潇洒的出去玩耍了。玩耍还不行，因为你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让菲佣去做嘛。但是你可以肯定的是，你可以让他把所有的琐事全部都包掉。是，了解。对。这个还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在海外生过孩子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体验了。这个从你那分享，很有意思。对，然后你那儿我估计也快要换地儿了。这样啊，就是首先呢，这个你现在先讲一下你这个 CEO of Airb 什么 ？Airbook 嘛 ，Airbook，对。Airbook 啊，你这个其实这是他的频道啊，这个你频道叫什么名字吧？这个后边不会有人记住的。就叫做高博的世界，就是高博的世界哈。世界。那个我来把它打出来。对。这个你今年就可以多拍点视频，多整点事情，对吧？然后这个也欢迎关注高博的这个频道，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们分享一些这个在新加坡生活以及，对吧？这个图书出版啊，你现在还是去年出了几本书啊？去年出了不多，去年你想看都在照顾那个孕妇，不可能出很多，出了5本吧，5本。那也还可以了。都是教材。对。所以还不错，就是说，作者比较给力，大家要出书也可以来找我啊。但是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再有几分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等我看一眼啊，比较specific 的问题回答一下。这个还有些人在讨论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在生孩子，这个坐月子的问题。然后这个是，其实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在新加坡很多华人也不坐月子了？对他们，因为这个地方天气比较热嘛，所以说的话，这个，因为月子主要是怕受寒嘛，被吹了风了什么之类的。是，但是在这边似乎就没有这个概念。对，了解。有人想出菜谱，这个叫卡尔加厨。哎，挺好啊，你可以加我的那个，我的那个频道里面有我的那个 WhatsApp 啊 Telegram 都有，你直接就可以加我，没问题。是，对，他是在德州啊，一个这个应该也是原来是，这种应该是工科吧，然后也教过计算机，教过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但是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做各种各样的菜，然后在德州，然后他可以完全出英文菜谱。在哪里？在 Austin 吗？还是在那个什么San Antonio？就是说还是在 Houston？那个德州我是很喜欢的。是我们也是准备等你这个能够稍微的走开一点的时候，然后准备约着你四处出去玩呢。太好了，是啊，因为我是今年美签到期，然后准备换了以后的话，就准备这个看看是不是顺手上美国去晃一圈去。挺好。我肯定就是说未来会在美国做点事儿，但是最近肯定是就是老实实待着，对，对，然后等你们，哎，你们后边会回越南吗？不会，我肯定不会，就是说如果因为我肯定要带娃嘛，在越南你菲佣只能待在新加坡呀，你不能把菲佣带出去啊。对，所以说就我估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在新加坡这边了。哦，对，再说人说了，对，在休斯顿啊，这个卡尔加说在休斯顿，休斯顿好地方啊，好地方。是德州我跑过好多地方。是吗？我还没去过德州，然后我准备要去了这边的话，一定要跑去这个卡尔加叔家里头，让他给我做几顿饭吃。太好了，OK，正好。是，我觉得后面这个你要是有时间，我们也可以多聊，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其他的地方，这个更安静一点的地方。对，你那儿还是声音质不是很好。我现在把家里面给收拾好了就好了。对，你现在家里头就是这个，肯定是小孩第一重要嘛，所以你现在跑到星巴克来，星巴克网络还不错。我用的是自己的4G，但是没有问题的。OK，对。好，那这个我觉得后面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沟通。好，包括出书，然后因为我现在是已经把我的视频节目都已经转到博客上了，就已经都变成文字了。那么这个看看后边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印个少印个几本，万一我卖不掉。你可以给你的会员们发一本嘛，这个都是挺好的。对，是。你比如说你的会员费里面，就是说你把书钱算进去嘛，就是每一个那个的话，对，我给你发一本书，这样的话也挺好，就是正好让你们了解一下，就是你之前的节目，还有你的一些生平啊之类的东西。是。对，好，那么咱们今天先到这里，你这边估计后边星巴克的人也该轰你了。对，是。好，那感谢大家今天花费宝贵时间的小年夜来参加我们的直播，也祝老范讲故事。怎么你是小年呢？小年早做完了。好吧，这是大年夜的前一天，好吧。就是啊。对，叫做除夕的义务了，这样是好。那也预祝老范讲故事今年能够越办越好，能够。对，也希望你能够多放点节目出来。好，这样啊，再见。好，拜拜。